我是寻人 YouTuber 鲁洛。这次要来介绍的是最近讨论度上升的国家队。国家队成员主要为香菱、重云、行秋、班尼特组成的4星角色。国家队一词的意思来源起初主要是从体育界的用词出来，但衍生到手游的用法之后，就变成平民泛用的意思。因此，并不是说这4位角色跟国家有什么关系，只要知道是平民又泛用，练起来不吃亏就好。国家队是适合5星角色不多的玩家练脚的一个方向，而就算是5星角色够多的大佬，要能够更加凸显出5星角色的爆发力和流畅度，练起国家队成员也是绝不吃亏的投资哦。尤其国家队成员在深境螺旋的表现上也很不错，是想要拿免费原石推荐练起来的队伍成员哦。接下来将会介绍国家队的优势之外，也会说明如何培养国家队成员、实际的招式应用等等，以及一些替代角色的参考方案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哦。刚有提到国家队成员主要是由香菱、行秋、重云、班尼特所组成的4人阵容。拆解其中队伍架构，核心主 C 为香菱，行秋为挂水副 C， 重云为附魔辅助。武器够力的话，也可以兼做输出。班尼特为强力 buff 角兼主要奶妈。而国家队要练起来的话，命制作和练度的要求非常重要。不过若是从开服玩到现在的话，应该许多4星角色的命座也都有一定等级，只要练度和命座都有拉起来，要想用国家队成员通关深境螺旋12层也不是问题哦。由于角色都是4星的关系，在追上5星角色的数值确实要拉得够高。一般5星角色可能练到80等，天赋9就有很不错的表现。但若是想要通关深境螺旋12层的话，国家队 C 位成员最好都练到90等，奶妈至少80等，并且核心天赋技能等级都要9或10以上。声音我也是极度要求，最好能够都加16到加20，而且凑成套装效果的话是最好的。必要时可能还需要从其他5星主 C 上拔下来用。这边说的是以通关深境螺旋12层的要求，一般玩家若是探索地图或是打圣遗物，差不多角色80等和核心天赋7等，圣遗物小毕业就很够用了。这里再个别细说一下关于国家队成员的毕业条件为何，包含建议的武器、命座等级、圣遗物套装与词条建议。首先，香菱因为是国家队的战场主 C， 命制作建议至少4命以上。作为主 C 的话，普攻天赋等级不能过低。再来 Q 技能为主要提升技能，最终的 EQ 技能等级能越接近10等越好。建议的武器为高等级的5星长枪，充能不够的话，可以选择高等级的天空之戟，或是和仆鸢、护魔之杖等等。4星武器最好为高精炼的决斗之枪或侠里面城。若战场主 C 改为重云的话，则可以改拿高精炼西风长枪，加速 Q 技能充能回复。圣遗物套装推荐魔女4件套或是魔女2件套加宗师2件套，双爆头、火伤飞、攻击杀、父子条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精通。也因为香菱的大招充能需要80点，假设战斗时充能觉得有点慢的话，可以靠班尼特1技能做出元素为例来吃。重元是香菱另外也可以作为战场主 C 的角色，命制作建议至少3命以上，充能要再快则是4命以上。若是要将重云作为战场主 C 的话，普攻天赋等级不能太低。若是作为辅助，在练度上可以再稍微放低一点。其次，不论 C 位或辅助一样 ，EQ 技能都是要优先拉高的技能，越接近10等越好。作为 C 位的话，建议的武器为吃虎剑；作为辅助，则可以拿高精炼的祭礼大剑。不过重云的1技能其实对于充能的要求不算高，作为拿吃虎剑的辅助也是可以的。圣遗物套装推荐冰套2件加宗师2件或是宗师4件套，双爆头、冰箱杯、攻击杀、父子条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精通。作为 C 位的话，圣遗物父子条需要比较严格，不能歪太多。作为辅助的话，则空间就比较大。若空间允许的话，能让重云的输出伤害提升就尽量提升。若是作为速切打反应的辅助，也可以练到60到70等左右就好。行秋作为的副 C 的 BA 要求就是要确保 Q 技能的释放能够不间断，命制作建议至少2命以上，降低敌人水抗。要是能够4命或满命是最好的。主要提升的是 EQ 的技能天赋等级，越接近10等越好。武器建议高等级与高精炼的祭礼剑，若没有祭礼剑，则需要带加速充能回复的单手剑。圣遗物套装推荐水套2件加宗师2件或是妒火4件套，双爆头、水箱飞、攻击杀、父子条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精通。
班尼特在队伍中的定位主要是提供增伤和回血，并制作至少1命以上。核心 Q 技能手摇拉满，E 技能若是辅助奶妈路线则不是太重要，主要用来做元素为例速切给主 C 回复大招用。武器建议为元素充能为主的，像是天空之刃或是高精炼斧直之剑、西风剑、祭礼剑等等。圣物套装推荐宗室4件套，治疗头或双爆头、火伤杯、充能杀。副词条方面，优先在面板的元素充能堆到170%以上，之后可以是双爆大于攻击力大于元素精通。队伍都组成完毕后，接下来就是相关的战斗输出手法。假设4名队员的大招都准备好之后，先让班尼特 EQ 技能释放，再来重元 EQ 技能释放，触发融化反应，再来行秋 Q1 技能释放，触发冻结反应，再换香菱 EQ 技能释放，触发融化。只要这样一套打完后，全数队员几乎充能完毕，就是合格的国家队攻击模式。万一充能还没满，也可以靠香菱战场输出一段时间。由于有行秋 Q 技能的羽箭和重元的E技能附魔冰属效果，此时怪物也会处在永动机的状态，无法动弹，可以有很好的缓冲空间。中间可以透过班尼特E技能做出元素为例，来让大招还没满的角色回满。等到充能完毕后，再重复前面提到的技能循环。若是以重元作为战场主 C 也可以。以维克玩家来说，是很好凑齐的队伍。在深境螺旋12层的表现，在洛洛练度都还没有拉到很满的情况下，也可以2到3星通关到12/2哦。这边也提供一些队伍的组队变化方向。若是想要走双火队，则可以火系主 C 加行秋加重元加班尼特。由于重元附魔的武器为单手剑、大剑和长枪，因此适合迪卢克的 C 位角色。也可以换成是火系主 C 加行秋加香菱加班尼特，主打蒸发和高爆发，同时充能速度也够快。若是有练满命菲希尔或是其他辅助角，也能够置换掉香菱的位置，搭配奥兹机关枪打超载或是其他元素反应，也能够发挥不错的输出效果哦。当然，这边也不是要告诉大家把资源全砸在国家队，只是这4只角色都是4星，在搜集和命座取得上比起5星角色容易很多。加上高命座香菱也不比灵命老爷逊色，因此也适合没有老爷和火系主 C 的玩家一个组队的方向。同时有5星角色的玩家培养起这些角色，即便拆分在其他队伍中，也分别有不错的效果。香菱4命以上能够延长大招的40%挂火时间，行秋更是许多火系主 C 必配挂水打蒸发的反应副 C。抗打端能力在应付深境12层的暴力近战角色也能够发挥作用。重元与火系主 C 搭配打融化以及附魔也是十分实用的技能，在深境螺旋11层的破盾需求上也是很重要的角色。班尼特点赞哥也更不用说，只要没有不小心点到满命的话，可以说是所有队伍都泛用的增伤型辅助奶妈，基本上可以说是练起来都不会太吃亏的4星角色。而随着大家的冒险等级来到世界8之后，在闲闲没事做的时候，也会接触到深境螺旋的挑战。要是能够拿满36颗星星，每2周就可以拿600原石和圣物奖励，是非常不错的原石来源。若是维克或是角色池不够深的肉肉们，也可以考虑看看国家队成员的培养，按照自己队伍中的主 C， 可以考虑规划至少拉起2到3只。而深境螺旋也还有很多不错的4星角色，像是迪奥娜、砂糖、菲希尔、北斗等等。这些后续洛洛会再做一支关于深境螺旋的使用4星角色推荐影片，再逐一说明更深的深境螺旋组队方向，也希望让一些不了解国家队的肉肉们稍微有个初步的了解。若有其他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哦。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，并享有专属福利。最后，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新 YouTuber 鲁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